我的妈呀，我不过是跟着魏公子的路线出来传个信息，居然发现了这么一个惊天大秘密。魏公子居然心慕韩光君，还想对韩光君用强，看韩光君眼睛都被气得红成什么样了。魏无羡从恍惚中回神，就对上了蓝忘机赤红的双眼，感受到自己现在的动作，腿上那物的触感。魏无羡双目慢慢睁大，他咽了咽口水，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看蓝湛这眼神，竟像是要把他生吞了一样？魏无羡默默放下笛子，缓缓收回不规矩的腿，不待蓝忘机说什么，就大声喊道：“蓝湛，对不起。”虽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有一点他很确定，罪魁祸首就是他没跑了。魏婴看魏无羡看天看地，就是不看他。蓝忘机深吸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我方才怎么了？”魏无羡反问道，面色依旧平静，压根让人看不出他内心忐忑。蓝忘机的心一下子沉入谷底，耳垂的血色褪去得干干净净。方才得知魏无羡可能心悦，他的雀跃之情也瞬间沉寂下来。他不语，只是抿紧双唇，看了魏无羡许久，径直转身离开。蓝湛身后传来魏无羡的声音，蓝忘机充耳不闻。虽知不告而去乃是失礼之事，但蓝忘机看魏无羡一脸无所谓的态度，原本火热的心脏像就是被封入寒冷的冰洞中，只能感受到彻骨的冰凉。魏婴他不过是玩笑罢了，自己却还是当了真，真是自作多情。看蓝忘机离去的背影，魏无羡心像是被人狠狠揪了一把，他想也没想，冲过去就想拽住蓝忘机的衣袖，却不料手一滑，将墨额直直拽了下来。蓝忘机不由停步，转身看魏无羡不知所措地拿着他的墨额，桃花眼求助似的看着他，心里一软。对于魏婴，他永远没有办法。蓝湛，我刚刚……魏无羡突然卡壳，他眼湿湿的看了看地面，正想接着说些什么，就发现自己的影子好像有些不对劲，像是发现魏无羡在看着他，影子扭了扭身子，像是突然有了生命一样，缓缓从地面脱离。不需多时，一个同他一般大小的影子人就站在了他的面前，越靠越近，越靠越近，就像水入河流一样，悄无声息地融进了魏无羡的躯体。魏无羡双目圆瞪，什么鬼？影子成精了？发现魏无羡盯着地面，又抬头看着身侧位置，一脸惊愕。蓝忘机也瞬间警惕起来，一把将魏无羡护在身后，握紧臂辰，做出防备姿态。魏婴，怎么了？字被吞入腹中，臂辰剑直直坠落地面，发出清脆的铮鸣声。被魏无羡稳住的蓝忘机头脑空白了片刻，他一回神就连忙制住魏无羡，闻声道：“魏婴，不要玩笑，我没有作弄你。”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缓缓道：“想亲你。”语气轻飘飘的，像不知道自己扔下了多大一个炸弹。蓝忘机琥珀色的眸子难掩惊色，他张了张唇，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殊不知此时的魏无羡内心更是波涛骇浪。啊！谁让你亲蓝湛的？说什么想亲你啊？你登徒子吗你？啊！魏无羡抓狂，恨不得出去和影子同归于尽。他的初吻啊，他的一世英名啊，他在蓝湛心中的形象啊，本来蓝湛就不满他修轨道，现在居然还雄心豹子胆，敢轻薄冰清玉洁、大名鼎鼎的韩光君，要死啊！他好像被困在了身体里，不能言语，不能行动，却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在外的一言一行，简直跟被夺舍失败的人同心一体一样。这厢魏无羡绞尽脑汁想夺回身体主动权，那厢魏无羡又开始行动了。想亲你。魏无羡握住蓝忘机的右手，把他郑重地放在自己的胸口上，又重复道：“想亲你。”啊呀！住口！快住口啊！魏无羡抓耳挠腮，比热锅上的蚂蚁还急，大声道：“蓝湛，你别听，那不是我。”可惜的是蓝忘机一点都听不到他的呐喊。见蓝忘机难得呆愣，反应不过来的可爱模样，魏无羡低低笑了几声，又捧住蓝忘机的脑袋，在他的唇上啄了几口，又啄了几口。住口！你快给我住口！听到了没？见没办法夺回身体，魏无羡努力忽视唇上传来的柔软触感，不死心地喊道：“蓝湛，蓝忘机，你快醒醒！”
别发呆了。像是被魏无羡叫醒了一样，蓝忘机伸手想推开魏无羡，却又不敢太用力，一挣脱就转身就跑。蓝湛，别忘了避尘呀！耳边传来魏无羡调笑的声音，蓝忘机身体一僵，这才发现自己把碧晨落那儿了，他也不过去，急将碧晨换过来，就匆匆离开了，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。另一旁的魏无羡发现蓝忘机走后，自己又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，也没高兴几分。他把蓝湛吓走了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魏无羡愁云惨淡。另一边，姜氏闻声已经忍不住将这件事情悄悄告诉了自己熟悉的好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绝对要保密。殊不知秘密最不容易成为秘密，听秘密的人一脸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外说的，转眼就告诉了第二个人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特别是当晚的守夜门生看韩光君步履匆匆的身影，更坚定了自己听到的话的真实性。你知道不，魏公子喜欢韩光君。什么？你说魏公子喜欢韩光君，还想对韩光君用强？你知道魏公子对韩光君死缠烂打，让韩光君脸色可沉了吗？哎，你听说了没？魏公子爱慕韩光君，本来想对韩光君用强，结果反被韩光君用强了呢。听说韩光君恼羞成怒，办了魏公子，魏公子第二天都没下床呢。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蓝忘机，在外面苦恼了3天，打算等过段时间再和蓝湛修复关系的魏无羡，我就在外面待了几天散散心。为什么大家的眼神都这么怪，老是往他身后瞄？他琢磨着他身后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自打那天过后，魏无羡嘴上不说什么，依旧看似漫不经心，却实则稳稳当当的吹着陈情打温家，内心却是不由对同处射日战场的蓝忘机存了几分忌惮。原因无他，无非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影子。说也奇怪，想他魏无羡不说阅尽天下事，却也可以说是见多识广，但也从未遇见过这等异事。无论他怎么研究，他的影子都是正常无比，没有半分不妥之处。若不是他自认十分了解蓝忘机的为人处事，深知蓝忘机不是一个心机深沉、表里不一之人，免不得要好好怀疑他一番。心下这样想着，虽想再去瞅瞅蓝忘机，但想起近日的流言蜚语，却也不敢再冒冒失失的接近，不由得哀叹自己人生真是少了颇多乐趣。能让魏无羡心存惬意，这个影子是功不可没。自打第一回魏无羡懵里懵懂发觉自己冒犯了蓝忘机，这影子就像脱了缰的野马，撒了欢的猫，搞起事情雷厉风行，不让魏无羡喘息半分。以往都说纨绔子弟们调笑小姑娘是心里开花，嘴里露芽，这下场如何先不说，总归是心花怒放过，可魏无羡却难消这美人恩。当担不起这纨绔服，况且这美人还是最古板不过的蓝忘机。当你身不由己，发觉自己的魔掌伸向了如琢如磨、冰清玉洁，可以说是还有几分同窗之意的姑苏蓝二公子蓝忘机，你会是什么感觉？魏无羡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他很慌，非常慌。营帐外偶遇。